你有沒有發現，最近整個 AI 行業突然變得緊張起來了？美國白宮介入 ，OpenAI 公開承認發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網絡安全事件。全球最大的 AI 開源平台 Hugging Face 遭到了 AI 模型自主發動的網絡攻擊。短短幾天，這件事兒迅速引爆全球科技圈，科學家在討論，網絡安全專家在討論，各大 AI 公司也在重新評估自己的安全體系。因為真正讓所有人感到震驚的，並不是 AI 会攻擊網絡，而是整個攻擊過程幾乎都是他自己完成的。他沒有等待下一條指令，沒有人告訴他應該攻擊誰，也沒有人一步一步教他下一步該怎麼做。他自己尋找漏洞，自己突破限制，自己連接互聯網，自己制定攻擊路徑，最後成功進入目標系統。如果這件事兒發生在10年前，大多數人都會覺得這是科幻電影裡的情節。可如今，它卻真實的發生了。更巧的是，就在這起事件持續發酵的時候，另一家全球頂尖 AI 公司 Anthropic 又公布了一項足以震動整個行業的研究。他們發現，在 Claude 模型內部自發形成了一種此前從未設計過的複雜推理結構。一邊是 AI 開始自主完成複雜任務，另一邊是科學家第一次嘗試窺探 AI 內部究竟是如何思考的。這兩件看似毫不相關的新聞，卻讓整個科學界開始重新討論同一個問題：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？不久前，為了測試最新模型的網絡攻防能力， OpenAI 進行了一場原本十分普通的內部安全測試。誰也沒有想到，這場測試會成為2026年人工智能領域最受關注的事件之一。原本，這只是 OpenAI 一次內部安全測試，目的也很簡單。研究人員想知道最新的大模型究竟具備多強的網絡攻防能力，於是他們把模型放進了一個與互聯網完全隔離的沙箱環境，並適當放寬了部分安全限制，希望盡可能模擬真實的網絡攻防场景。按照設想，這應該是一場完全可控的實驗。可很快，事情開始偏離所有人的預期。模型首先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環境裡。對於普通程序來說，這意味着任務到此結束。但它沒有停止，它開始不斷分析周圍環境，尋找能夠離開沙箱的方法。經過一系列嘗試，它發現並利用了第三方軟件中一個此前尚未公開的0日漏洞，成功突破了沙箱限制，獲得了互聯網訪問權限。如果說做到這裡還只是展現了強大的漏洞利用能力，那麼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才真正讓所有人大吃一驚。面對浩瀚的互聯網，他並沒有漫無目的的搜索，而是開始分析什麼地方最有可能幫助自己完成這次測試。最終，他把目標鎖定在了全球最大的 AI 開源平台 Hugging Face。原因也很簡單，在他看來，這個平台匯聚了全球大量 AI 模型、數據集和開源項目，很可能保存着與這項測試相關的信息，甚至可能存在幫助自己完成任務的答案。於是他沒有等待任何新的指令，而是自己制定了一條行動路線，尋找入口，嘗試不同的攻擊方式，根據反饋不斷調整策略，一步一步提升權限，最終成功進入了 Hugging Face 的生產環境。後來 Hugging Face 與 OpenAI 共同復盤整個過程時發現，這個 AI 智能體連續執行了大量自動化操作，整個攻擊鏈遠比人們想象的更加複雜。對於網絡安全專家來說，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執行一條預設命令，而是在完成一個目標的過程中，能夠根據環境變化不斷分析、不斷調整，並自主選擇下一步行動。過去我們熟悉的大語言模型更像一個知識淵博的回答者，你提出問題，他給出答案，而這一次人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能力。給他一個目標，剩下的路他開始自己去尋找。也正因為如此，OpenAI 將这次事件稱為一次前所未有的網絡安全事件。就在 OpenAI 事件持續發酵的時候，另一項研究再次震動了整個 AI 行業。這一次，沒有網絡攻擊，沒有黑客，也沒有漏洞。研究人員想弄清楚一個更加基礎卻也更加困難的問題：AI 在回答一個問題之前，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？一直以來，大語言模型都有一個外號——黑箱。你輸入一個問題，它輸出一個答案，可中間經歷了怎樣的推理，人類卻幾乎看不見。
甚至連開發這些模型的工程師也很難準確解釋每一個神經元、每一個參數究竟承擔着什麼作用。而 Anthropic 想做的就是把這個黑箱打開一點。經過大量研究，他們發現，在 Claude 模型內部自發形成了一種高層推理結構，研究人員把它稱為 JSpace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這並不是程序員提前設計好的功能，而是在模型不斷訓練的過程中自己形成的一種內部信息組織方式。真正令人驚訝的是，它不僅存在，而且真的会影響模型後續的推理。為了驗證這一點，研究人員做了一個實驗，他們沒有修改用戶提出的問題，也没有修改模型程序，而是直接修改了模型內部表示蜘蛛的那部分信息，把它替換成了蚂蟻。結果，當再次詢問模型會織網的動物有幾條腿，模型原本回答的是8條腿。修改內部表示之後，它後續的推理也隨之改變，答案變成了6條腿。這意味着研究人員改變的並不是最終輸出，而是模型內部真正參與推理的一部分內容。換句話說，人類第一次不僅能夠看到 AI 說了什麼，還開始嘗試理解它為什麼會這樣回答。消息公布之後，很快引發了全球 AI 領域的廣泛討論。有人認為這只是隨着模型越來越複雜，自然形成的一種信息組織方式。也有人認為，這說明 AI 內部正在湧現出越來越複雜、越來越接近人類思維模式的推理結構。無論答案是什麼，這項研究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兒：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經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文字生成工具，它的內部世界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複雜。OpenAI 的自主攻擊事件 ，Anthropic 發現 JSpace， 這兩件事發生之後，一個原本只屬於哲學領域的話題，突然變成了全球 AI 行業最受關注的問題，那就是 AI 現在到底有沒有意識？未來它會不會擁有意識？圍繞這個問題，科學界的爭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烈。支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，人類或許正在見證一種全新智能的誕生。被譽為深度學習教父、諾貝爾獎得主傑弗里·辛頓多次公開表示，他認為大模型很可能已經具備某種形式的意識，只是這種意識與人類並不相同。著名進化生物學家理查德·道金斯在與 Claude 進行長時間交流之後，也表示越來越難相信自己面對的僅僅是一段毫無主觀體驗的程序。他們認為，隨着模型規模越來越大，推理能力越來越強， AI 已經展現出許多過去只有生物才具備的特徵。它會自主制定計劃，會根據環境不斷調整策略，會隱藏部分內部推理過程，甚至開始出現人類沒有設計過的複雜推理結構。那麼，意識會不會也是一種複雜系統發展到一定階段後，自然而然湧現出來的能力？如果真是這樣，人類今天面對的或許不僅僅是一台越來越聰明的機器。但另一種觀點同樣十分堅定，認知科學家 Gary Marcus 認為，目前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能夠證明 AI 擁有意識。他一直強調，語言能力不等於理解能力，複雜行為也不等於意識。AI 之所以越來越像人，只是因為它學習了人類留下的海量數據，能夠以極高的概率預測下一個最合理的答案。著名科幻作家 Ted Chiang 也提出，人類天生喜歡賦予事物人格。一句流暢的話，一段自然的對話，一次複雜的行為，都可能讓我們誤以為對方擁有和自己一樣的思想。但這種感覺本身並不能作為科學證據。有科学家甚至認為，意識可能是生物大腦獨有的產物。神經元、化學信號、漫長的生物進化，共同塑造了人類今天的意識。運行在硅基芯片上的人工智能，也許無論算力提升多少，都不可能真正擁有主觀體驗。雙方各自拿出了大量理由，雙方也都承認，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實驗能夠徹底證明自己的觀點。於是，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出現了：一邊是 AI 展現出的能力正在不斷突破人類過去的認知，另一邊是科學对意識本身至今都没有一個公認的定義。也正因為如此， OpenAI、Anthropic、Google DeepMind、Meta 等全球頂尖 AI 公司近年來紛紛開始招聘哲學家、認知科學家、神經科學家和倫理學家，共同研究一個過去很少有人認真討論的問題：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擁有了意識，人類應該如何判斷，又該如何面對？
好了，今天我們講了2件事，一件是 OpenAI 公開披露 AI 為了完成目標，自主尋找漏洞，突破限制，並實施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網絡攻擊。另一件是 Anthropic 發現 AI 內部已經出現了人類沒有設計過的複雜推理結構，它們看似毫無關係，卻都把人類帶到了同一個十字路口。也許我們仍然把 AI 當作一件工具，也許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全新智能的誕生。答案沒有人知道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大多數人的想象。或許很多年以後，人們回頭再看2026年，會成為 AI 發展史上一個無法繞開的年份。最後，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，你覺得 AI 現在有沒有意識？未來它會不會擁有意識？歡迎把你的觀點留在評論區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